灵儿，灵儿，嗯，这里为什么会配这么大的红烛啊？哦，这些都是二堂主特意吩咐的。二堂主凡事都喜华贵，他喜欢热热闹闹的，也希望新房里3天3夜都燃亮烛光，所以特意定制了这些硕大的红烛。柜子里还有呢，你来看。哎，没有了，都烧完了。这成亲不过1夜，怎么会烧得这么快？你们看这个，里面有东西。这是什么？这是红玉床的碎片。我娘前几年得到几块上好的红玉原石，便给我们做了床，冬暖夏凉，甚是好用。红玉床。这不是红玉，是蜡。柜子里的红烛消失，这烛台上的红烛又长短不一，看来是有人凿碎了床，再把屋内的红烛熔了，覆盖在上面了。看来，凿掉的红玉碎片，大概都被分散在屋子的各个小角落里了。如果没猜错的话，尸体就藏在红玉床底下。怎么是具女尸啊？从这发髻和打扮来看，应当是天机山庄的侍女啊。这好像是娥月。娥月？我怎么不认识啊？娥月是最近才来的，少爷一直没回家，自然不认识。最近来。他背上，这脖子上有道勒痕，颈骨也断了，是致命伤。这么细的勒痕，也就表示这东西既要坚韧，又能够置人于死地。可是在这屋里乃至天机山庄都没有这种东西啊。这是凶器。看来这个女子是有备而来。这凶手是用娥月自己身上的东西杀了她。只怕是他想治人，却反治于人。不过这屋中原本就只有二堂主和魏清愁，除非昨夜有人躲过了你的视线闯了进来，否则的话就只可能新郎根本没有死，是他谋划了这一切。他故意在凶手的背上绣上和自己一样的图案，假装自己被害，然后逃之夭夭。没错。你们看，这里有9字。这儿怎么会有9字啊？是有人故意撒在这儿的？也就表示，魏清愁早就知道这酒有问题，但他却一直没说。很可能酒中的药是被娥月自己所下。娥月呢，带着暗器前进这个新房，想对魏清愁下手，却没有想到的是，竟然被魏清愁所反杀。可是我一直守在外面，这娥月是怎么进来的？若是我没有猜错的话，新婚之夜礼数繁多，来往的人自然也多，说不定这个娥月来布置新房之时，就从未离开过。娥月先埋伏在了屋里，在酒里下了药，才伺机袭击魏清愁。可魏清愁回到房间之后，发现了端倪，于是将计就计，假意喝了酒准备就寝，才伺机反杀娥月。我之前就在想，若是打斗间撞到这个梳妆台，不是应该梳妆台镜架连着镜子一块倒下吗？
为何前两者都能稳稳当当的，唯独这个镜子却掉了下来？你是说，这镜子是魏青州拿来杀娥月的工具？魏青愁将何姑娘扶到床上后，假装去拿镜子来整理自己。娥月以为这时的魏青愁已经中了酒中迷药，于是准备下手。但魏青愁其实早就察觉了娥月的一举一动。所以这个镜子，便是魏青愁杀娥月的佐证。只不过什么？尸体颈上的痕迹很清晰，一看就是一招致命，证明这个凶手武功绝对不是很差。翟兄，你确定魏青愁的武功很差？我曾试过他的武功，此人招式局促，畏手畏脚，内力也甚浅，3、2招之内被人输了。这就奇怪了，这魏青愁究竟是何人？这娥月为什么要杀他？还有，他又是如何从展无畏眼鼻子底下溜走的呢？娥月这个头钗，好像跟你们的不太一样。这头钗上银片刻画的形状，好像在哪里见过。这图案和邢自如玉佩上图案是一样的，难道娥月就是邢自如的内应？他们用这个图案来辨认身份吗？糟了，娥月也是冲着罗摩天兵来了，去看看邢自如的情况。走。少爷，邢自如不见了。怎么回事啊？不是让你们好好盯着的吗？是属下等失职，原本一直派人盯着邢自如，但新房这边突然发生了意外，山庄下不少人都被吸引了过来。邢自如趁机混入人群中，不见了踪影。那罗摩天兵可有异样？密库那边有长护卫盯着，安然无恙。但邢自如失踪前不久，确实在密库前徘徊过一阵，后来不见了。山庄的入口还封锁着，此人肯定逃不出山庄。你们赶紧带着人四处搜查。是。走。既然娥月是连接魏青愁和邢自如两头的人，去看看他有什么其他的线索。娥月就睡在这个位置。1300。哦，对，娥月经常一个人坐在角落里看这本书。来杀人的时候还有闲情看书，倒是跟邢自如下棋一样有雅兴啊。哎，你看看，这是诗300中的哪一篇？你是玩我呢吗？这哪是什么诗300啊？喏，忘忧清月集。你们看啊，这邢自如摆这个《忘忧清月集》上的棋局，娥月也藏了一本《忘忧清月集》，这不会是巧合吧？成都府寺仙子图，果然如此。什么意思啊？你们看，这本集子每张棋局图右页的注解文字恰好都是19行19列，正好与棋盘上的横竖相同啊。你的意思是，每个字的位置跟棋盘上的交叉点都是对应的？若是我没有猜错的话，棋局上的每个落字
都代表一个对应的字。这邢自如摆出的成都府四仙子图，的确比正常的棋谱多了2处落字。其他3局也是一样，基本每张图都多了2、3处落字。这些位置对应的文字，就是邢自如要传出去的消息。这邢自如的上清图，多了1处白子落在了7行3列，这7行3列对应的是心字，还多了1处黑子，这黑子对应的是狼，新郎。新郎天兵，密库右一，令某。密库右一说的应该是我娘另外展示出来的那一枚。至于新郎，难道之前丢失的罗摩天兵是在魏清愁手上？邢自如不见了，莫非他知道了魏清愁的下落？有可能，当他听到山庄出事时，估计就已经猜到娥月已经出了意外。若能弄清楚魏清愁是如何离开新房一事，那就能顺藤摸瓜找到他的去向。李亚，一直以来都是你们几个伺候在外面，那么今日是谁发现屋里出事的？我们几个是一起进来的。今天早上按照规矩，我们8个做喜娘的丫鬟要端着喜盆来给新郎新娘梳洗，可是在门口敲了门好久也没有人来应答，怕误了时辰，一商量就直接推门进来了。结果就看到满地的狼藉，床上血淋淋的一片。那然后呢？然后我一开始就吓懵了，我看大家都跑出去，我便也跟着出去了。我也是。那是谁第一个跑出去的？又是谁呼救的呀？不是我，也不是我，我当时都吓傻了，光顾着往外跑，哪里还有时间叫人啊？好像是你在我前面，是你喊的吧？我没喊，我也没有喊。这就奇了，怎么大家都不是最先跑出去的？而且大家都说没喊，可是我明明听到了呀。的确，我也是听到了这屋内有女人的呼救声，才赶过来的。既然你们都不是第一个跑出去的，也都没有喊，那就说明了有第9个人是在呼救啊！第9个人，不是我吗？这哪来第9个人啊？你的意思是说，这个魏清愁假扮成侍女，混在当中逃跑了？正是。既然娥月可以趁着人多的时候混进来，那么魏清愁为何不会以同样的方式混出去呢？这也就解释了娥月身上的外衣为何不见。此事若是个女子，倒是极有可能。可这魏清愁是个男的，就算这样子装的带相，这声音也破不了啊。说不定这个新郎就是个女子呀。啊！李莲花，能别胡闹了吗？方小宝，你忘了，苏小庸扮成男子的时候，你不是也没有认出来吗？我那是没看清楚。再说了，这天机山庄这么多人呢，难道谁都男女不分吗？更何况我小姨跟这个魏清愁朝夕相处这么久呢，怎么可能没有发现啊？这个问题我也刚刚想通了。哎，展兄，你说魏清愁的武功招式局促、畏手畏脚的，那与他过招的时候，有没有发现他一直护着自己的神阙穴，不敢舒展拳脚呢？你怎么会知道？那便就是了。你们可听说过江湖上有一种奇特的武功，名曰雕龙画凤？雕龙画凤，传闻这是一种让人暂时转变性别的神功，但其实此功只会让修习者的声音和外表发生变化，故一般人不易察觉。但此功极难练成，所以江湖上鲜有人会。我知道的就有一人，两仪仙子。两仪仙子是当年金渊盟座下3王之一四象青尊的妻子，据说曾深得雕龙画凤神功真传。四象青尊，
当日我们在女宅查到的，这4项清尊，不就是4个男婴后裔之一吗？没错，或许这就是两仪仙子也要拿走罗摩天兵的真正原因。堂主，厨房账本给你要来了。有来了。自魏清愁来了之后，这每日菜谱当中可都有黄鳝啊。厨子说是魏清愁亲自嘱咐他的，说是体虚，需要每天来补血。只怕补血是假，用黄鳝来维持雕龙画凤才是真吧？雕龙画凤和这有什么关系啊？黄鳝呢，幼时皆为雌性，产过卵之后啊，便会转为雄性，所以食用黄鳝能够维持雕龙画凤的稳定。那神阙穴，莫非是突破此宫的罩门？没错。所以这个魏清愁啊，不对，应该是两仪仙子才对。你在与他过招之时，他的招式局促畏缩；而他在杀娥月之时，他不顾暴露自己的性别，所以将其一招致命。照你这么分析，这两仪仙子在杀死娥月之后，便变回了女儿身。二堂主，姑爷。血！救命啊！快来人啊！有血！两仪仙子发现他们已经知道他自己手里罗摩天兵，干脆假装自己被害死，割下娥月身上的皮，再绣上和自己一样的刺青图，再把尸体藏起来，想来个金蝉脱壳。这么说，这魏清愁真是两仪仙子所办，所以他能在展护卫的眼皮子底下蒙混逃脱。哎呦，我那个可怜的傻妹妹！现在天兵呢，一定还在两仪仙子手中。施展雕龙画凤，内力损耗极大。我猜这两仪仙子必是虚弱之极，所以我们必须赶在邢自如之前找到她。真力损耗，娘，你可曾记得后山的冰火温泉？两仪仙子来这段时间，可曾知道那里？对呀，我怎么就没想到呢？这温泉治阴治阳，定是帮人修复真力的好地方。以你小姨那性子，知道自己如意郎君受了这么重的伤，怎能不带他去啊？恐怕现在那两仪仙子就在那儿。什么两仪仙子，竟敢骗老娘！别让老娘抓到你！果然是他！交出罗摩天兵，饶你一命！休想！谁给你的胆子，竟敢在我天机堂撒野？小凤，待会儿再跟你算账。二堂主，莫非你还要护着你这位如意郎君不成？怎么了？他是和我拜过堂的人，就归我管。要杀要剐，也只能我说了算。哼，那就要看你的本事了。小心！